接电话呀？爸爸怎么不接电话？姐姐，疼。夏夏，再坚持一下啊！再坚持一下，无论如何，姐姐也会去医院做透析的。刘医生，你就再给我抽上300毫升吧。你之前已经抽了300毫升了，再抽会没命的。刘医生，我们家这情况你也清楚，夏夏那尿毒症呀，每周要做透析，要花很多钱的。这芝芝现在又考上大学，我们2个人呀，总要把这学费给她凑齐了。你们家夏夏那个病啊，就是个无底洞，治不好，你们家迟早会被拖垮的。要我说呀，别治了。刘医生，当父母的，哪怕有一点希望，都不会放你自己的孩子吧？来，抽我的，我还能再抽。姐姐，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，夏夏。爸爸怎么不接电话？是芝芝的电话。挂掉，不能让他知道。这芝芝一个人在家看着夏夏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要不然一会儿我们回家看看。放心吧，芝芝能照顾好小夏的。等会儿抽完血，咱们就赶紧回厂子上班。迟到了，周厂长该扣钱了。我杀了，杀了！站住！你又干什么？站住！我们家夏夏已经半个月没有做透析了，她今天再不去，她会死的。不行，外边红疹子肆虐，咱们村不准进也不准出。你儿子前2天都出去了，大家都看见了，为什么到了我们就不行呢？你哪个眼睛看见我儿子出去了？你看见了？你们看见了？还是你看见了？没看见，没看见，没有。你们明明看见了，你们明明看见了，你们为什么要说没看见呢？你们家里没有病人吗？啊！今天夏夏生病了，她不让出去。明天你们家生病了，她同样不会让你们出去的。到时候就只能在家里面等死了。你少在这妖言惑众！现在赶紧带着你这傻子弟弟回家去。我不管，我今天一定要出去，谁都拦不住我。出去！刘医生，你怎么停了？还可以抽。你可以，我还怕摊上人命呢。这个月就先这么多吧。钱的话，等我想办法把血送出村，再给你们。现在外边红疹子病闹得严重，周大忠怕村子里的人受感染而影响厂子里的产量，叫人把村口堵起来了，不让进出，不太好弄啊。回去吧。强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走，赶紧回去上班。李志，你好歹还是个大学生，就这么自私？是你弟弟一个人的命重要，还是咱们全村人的命重要啊？周大忠，你别在这装好人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别的村都没有封村，你是怕有人感染了，你的厂子没法正常开工，你才封村呢。知道又能怎么样？我就是害怕红疹子影响了我厂子的效益，我还带人在这堵着的。你拿我怎么样？你这样是违法的，我要报警。违法？在这儿老子就是法。今天我把话撂这儿了，这儿不准进也不准出。我今天必须要出去，有种你就弄死我！强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是芝芝，刚才就忘了回他的电话。哎，林强，你磨蹭什么呢？赶紧干活，等会儿被周厂长看见了，非扣你工资不可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快点啊！可以吗？没事。行了，别打了，你爸妈不会接，也不会来。不可能。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你爸妈都在我工厂上班，你让他们旷工来找我麻烦，你是读书读傻了吗？他们的工作不要了，工作没有弟弟重要。要荔枝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这傻弟弟得了绝症好几年了吧？这几年给他治病也花了不少钱吧？你爸妈早就负担不起了，何况他就是个傻子，治好了也没用。你爸妈呀，巴不得这傻子死呢。你闭嘴！
我爸妈不是那样的人，他们很爱夏夏的。不可能，不信。孩他爸，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？放心吧，没啥大事。喂，芝芝，咋了？爸爸正在。那个，我就说了，他们不想要这傻子了吧？你还偏不信？你给我闭嘴！周厂长，慢着点。借着说话。怎么了？周厂长，不好了，你儿子染上红疹子病了。严重吗？这个红疹子病对老人和小孩伤害别大，你儿子身强体壮的，没什么大碍。那就没事。所以，我这几天让他尽量别出门啊。但是最近，我发现不少村民已经有症状了。现在你把村子封了，只有你儿子出去过。现在没什么事儿，他们都怕，所以不敢说。可是，这个红疹子病一旦在村子里爆发，可能会死不少的人。到那个时候，我怕这些人会对你不利呀。这倒是个问题啊。有了，替死鬼不就来了吗？接电话。哎呀，芝芝啊，别打了，他们不会来了，他们在替我赚钱呢。他们只有努力的给我工作赚钱，我才会施舍你们家一点儿，你们才能活着。就好像现在这样，我让你带你这傻子弟弟出去看病，他才能活着；我不让你带他出去，他就只能等死。那问题来了，你是想让他活着呢，还是死啊？活。好啊，那就跪下磕头求我。哎呀，你瞧瞧你那什么眼神，看来你和你爸妈一样，都想这傻子死啊？没有。好啊，那就磕吧。对不起，我求你，让我弟弟出去看病。我求你，让我弟弟出去看病。继续啊，别停，磕到我满意为止。我求求你，让我弟弟出去看病。我求求你，让我弟弟出去看病。我求求你，让我弟弟出去看病。我说你早上没吃饭是吧？都磕了半天了，脑门上连点血丝都没有，用劲儿，你的诚意呢？求求你，让我弟弟出去看病吧！求求你，让我弟弟出去看病！求求你，让我弟弟出去看病！求求你，让我弟弟出去看病！这就对了嘛！好了，你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让他们出去。走。林志，你们姐弟俩要是在外边染回红疹子了，那可得后果自负。周厂长，强哥在上班的时候从高空中掉下来，东西藏在了腿里，要赶快送医院抢救呀！不行，都怪周大忠那个混蛋！如果早点让咱们去医院抢救的话，你这腿也不会变成残疾。算了吧，外面红疹病严重，大家出不了村也挺好的，还能在厂子里上班赚钱。周大忠能让芝芝和小夏去医院，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可是你这腿现在残疾了，这厂里也不给赔偿，这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呀？这夏夏治病要花钱，这芝芝上学也要花钱。芝芝，夏夏，
你们回来了。夏夏，快来让妈看看好了没有？好了，不痛。你这孩子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这2天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呀？我和你妈都急坏了。我不是着急吗？夏夏发病那天给你们打电话不接，如果再去晚一会儿，夏夏就……对不起，芝芝，那天我和你妈正在上班，没有看到你的电话。上班，天天就是上班，为了上班，自己的孩子都可以不管吗？芝芝，你怎么说话？我们2个上班赚钱，还不是为了你们？好一个为了我们！那夏夏发病的时候你们在哪里？我和夏夏在村口被周大忠欺辱的时候你们又在哪里？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们，那我们要是死了，你那钱给谁啊？芝芝，是爸不好，爸没有照顾好你们。不是要挣钱吗？今天怎么没去啊？大白天的在这躺着。芝芝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爸，疼。还不是那天你打……没事，没事，就是那天上班的时候啊，爸不小心从高处摔下来了。爸，疼吗？不疼。爸，对不起，我就是太着急了。我看着夏夏，我不想让夏夏死，我就是不想让夏夏死，爸知道，爸知道。我就是想让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，我就是想让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。爸知道。哪怕没钱。爸知道，爸知道，好孩子，爸知道你受委屈了，不哭，不哭。林芝和林夏已经回村了，这红疹子病是时候在村子里爆发了。放心吧，周厂长，最近确诊的人，我都是给他们按照过敏治的。接下来，只要我给他们一确诊，您这边再散布一些林芝和林夏带回来红疹子病病毒的言论，那村民们的怒火自然就对准他们家了。干得不错，周厂长，那我儿子去厂里上班的事儿，放心，明天就让大侄子去厂里办入职。我先走了。好好。来，给我吧。对了，芝芝，我听说村里也爆发了红疹病，你看好小夏，别让他出去乱跑。放心吧。我这腿断了，以后可怎么养你们呢？爸，您放心，我长大了，我能赚钱养你们。你就好好读书吧，赚钱的事，我和你妈想办法。好多人来了。什么好多人？林芝、林夏，杀人偿命！你们给我出来！爸，杀人偿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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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芝、林夏，杀人偿命！你们给我滚出来！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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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都给我出去！林芝、林夏，你们一回来，这红疹子病毒就在村子里爆发了。我们今天就要让你们偿命，必须偿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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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放屁！我们回来的时候都检查过了，没有被感染才回来的。是啊，厂长，他们都检查过了，这红疹病不是他们带回来的呀。你别狡辩了，这些天只有你们家儿女出去过，这病毒不是他们带回来的，还能有谁？你诬陷我们！别狡辩，就是你和你弟弟把病毒带回来，给我女儿传染的，你要给他偿命！大家看，要不是我身体强壮，抵抗力强，没准他妈也死了。是啊，你看我们就是被你们这对姐弟俩害的，你们这对害人精，今天必须偿命！我现在每天浑身都很痒，什么活都干不了。你们就是罪魁祸首！给我不要！乡亲们，大家冷静一下，这中间肯定有误会。这林芝、林夏回村没几天，村里都死了6个人了，这事实摆在眼前，能有什么误会？不是我们，
如果病毒真的是我们带回来的，为什么我们没事？不是我们。如果病毒真的是我们带回来的，为什么我们没事？那是因为这红疹病对老人和小孩伤害比较大，你当然没事了。是啊，我爸70多岁了，每顿饭都能吃2碗呀。自从得了这个红疹子病，没2天人就没了。你们必须偿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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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氏，你跟林夏回村的时候，林夏身上就有了红疹子，这不是得了红疹子病是什么呢？那是我弟弟做透析之后正常的过敏。别狡辩了，一家子没一个好人，怪不得是个傻儿子，这就是造孽，活该！活该！报应！报应！活该！我打死你！打我？我打你都是轻的，今天必须给我女儿偿命！夏夏，放开！夏夏，你不村民死的越来越多了，必须得让他们承认，不能让他们查到我儿子头上。走开！不要打了！别打了！小夏，不要，不要！住手！住手！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不要再伤害我的家人了！没想到这一家人骨头还挺硬，硬的不行，只能来软的了。哎，村民们，先等等啊！小小七，我来说，好不好？啊，爸，没事吧？哎呀，强子，咱们在一个村都住了几10年了，我知道你想保护孩子，可是有错就得认呢。这样，我给你1天时间，乡亲们，1天就1天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明天你再没有把凶手交出来，那乡亲们再想干什么，我可就拦不住了。厂长，这红疹病真不是我们家孩子带回来的。可事情现在这个样子，谁会信呢？可不是我们做的，我们凭什么要承认呢？哎呀，现在乡亲们火气都这么大的，你要是不承认，他们每天到你家来闹。今天把你伤了，明天还不知道伤的是谁呢。我记着，你家闺女考上大学了吧？你说这要继续闹下去，这大学上不上？哎呀，强子，其实村里人的诉求很简单，你们家4个人就行，不管死的是谁，林芝也好，林夏也罢，都无所谓。林芝马上要上大学，林夏呢又要花钱治病，你说说，你的腿现在又成了这个样子，答案不是很好选择吗？把林夏那傻子推出去背黑锅，不就好了吗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如果是你的孩子，你会愿意让他为这个家去死吗？哪怕他身患绝症，哪怕他就是一个傻子，那你现在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你的腿断了，你挣不了钱了。林夏的病没钱治，早晚是个死。你家丫头上大学得花不少钱吧？你要和李丽出去要饭呢？你现在不肯承认，不愿意把那傻子推出去，你们家就毁了。你为什么要来劝我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要干什么？乡亲们每天到你家来闹，我工厂早就停工了。这么继续干下去，我工厂还开不开了我？可天底下哪有父亲会把自己的孩子往火坑里推呀？哎呀，强子，我知道你为难，这不是没有办法了吗？我可实话告诉你，我今天来纯粹是为了帮你，这还是看在你和李丽都是我厂子员工的份上。要不这样，只要你赶明天能把这事解决了，厂子愿意赔偿你腿的损失，保准供你女儿上大学的。乡亲们，
真的只是想让我家死个人，不管这个人是谁。没错，希望你们到时候不会食言。这就得看你明天的表现了。爸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芝芝，周大忠，你个混蛋，赶紧滚！我们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我们是不会承认的。没有家教。强呢？看你的了。所以你是想让我死，还是想让夏夏死？芝芝，你说啥呢？你别演了，刚刚你和周大忠的谈话我都听见了，说我们家要死个人，给村民一个交代。爸，我很好奇，周大忠到底给了你什么，让你这么做？不是这样的，他给你钱了？我猜对了。那你是打算亲自动手，还是把我们交给周大忠处？芝芝，你和你弟都是爸爸的心头肉，爸爸不会让你们受任何伤害的。那你们约定什么了？你敢告诉我吗？你现在还小，很多事情不应该由你来承受。爸爸现在腿断了，成了一个废人。可是你弟弟得治病，你还要上大学，爸爸得想办法挣钱，这是爸爸的责任呢。又是挣钱，又是为了钱。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没有钱也能很幸福。可是没有钱，你弟弟的病怎么办？你的学业怎么办呢？孩子，你最后再相信爸一次，爸发誓，一定会好好守护好咱们这个家，守护好你们的。那我再相信你一次，你不可以骗我了。你要是再骗我的话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哎，你这个脾气可真得改改了。要是这个样子，以后还怎么照顾你弟呀？不是还有你？也对，你妈呀，就是性子弱，老是挨欺负，你强硬一点也好。说什么胡话呢？这群王八蛋，倒是挺着急来索命的。过了一辈子，临死前也算是尝到了甜头，再也不能让我的孩子跟我一样了。你干什么呢？没事，这2天你弟弟受惊吓了，我给他弄点糖水。你藏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快别弄了，周大忠又带人来了。林霞，杀人偿命，快把这个林霞交出来！不可能，病毒不是我们带回来的。事实都摆在眼前了，不承认可不行啊！别废话，今天你们必须给我女儿偿命！没错，我爸也不能白死。大家动手！爸，你在干什么？爸，我求求你们了，芝芝和小象是我的孩子，如果你们一定要偿命的话，就把我带走，我愿意为他们去死。爸，你在说什么？哎呦，林强啊，你可真的是一位好父亲呐！为了孩子，命都不要了。你凭什么替他们偿命啊？就凭我是他们的爸。这就是你说的，你想到的办法。芝芝，周大忠说的对，他们就是想看到咱们家有人死，爸爸死了，问题也就都解决了，不然他们不会罢休的。也只有这样，你们才能过上正常人的日子。芝芝，爸，我不需要。反正死谁都一样。林强，你听到了没有？你别在那装什么伟大了，你女儿根本都不领情。别磨叽了，乡亲们，今天我们进去把真凶要抓出来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对，夏夏，夏夏，你醒醒！夏夏，你不要想妈妈呀！夏夏，你干什么呢？没事，我给他弄点糖水。
小霞，所以，这才是你想的办法，对吗？这才是你想到的办法，对吗？是，不是，你听妈解释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是你自己说的，你给夏夏准备的糖水，结果换成了加了糖的农药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林强，和你一个村待这么久，没发现你还挺狠呢，居然连自己儿子都给毒死了。合着刚刚门口那一出父爱如山是你演的呀？演技真好啊！强哥，芝芝说的是真的吗？丽丽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丽丽，那个药是给我自己准备的，我怎么可能真的会害夏？你自己喝的，你为什么要加糖啊？你自己喝，你为什么要说是给夏夏的糖水啊？你说！我倒觉得林强做的对，他们家现在少一个拖油瓶，那日子不就过得越来越红火了吗？虎毒还不食子，林强啊，你这是真狠！哎呀，可怜林家的傻儿子当了替死鬼。就算夏夏治病需要很多钱，但是你也不能拿夏夏的命去换。芝芝，你不要说了，你爸他不是那种人。妈，事实都已经摆在眼前了，夏夏他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这是爸爸写的遗嘱，爸爸是想自杀的，我没有想害小夏，只是我竟然做全套的。现在事实已经很明显了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你在庄大庄的后面窝囊了一辈子，却把自己所有的狠心都用在了自己的孩子身上，你配做一个人吗？你配做一个父亲吗？哎呀，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？你爸做这些还不是为了让你上大学？强子呀，这些都是厂子答应你的赔偿款。你腿断了，挣不了钱，这些钱你要是不要，你拿什么供你女儿上大学啊？不能要！这学我不上了。林强，我直到今天才明白，你为了钱什么都可以放弃，身体、尊严，还有孩子。不是的，芝芝，这钱是给你上大学用的。爸爸现在不能工作了，你需要这笔钱啊！林强，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，这辈子要做你的女儿？芝芝，闹！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呀？啊！你要把这个家闹散了吗？妈，你打我，你也参与了，是吗？你个混账！你还真是失去了理智。这个世界上，你伤害谁都可以，但是你唯独不可以伤害的就是你爸。丽丽，不要说了。我没有资格伤害他，你们都是一伙的，只有我一个傻子。既然我没有资格伤害他，那他也没有资格做我爸。芝芝，夏夏已经死了，我们活着的人还得好好的活下去。那你们就好好活着吧，你们就带着这些用自己孩子的命换来的钱好好的生活吧。我做不到，你们让我觉得恶心，让我觉得陌生。这个家我一刻也待不下去了，因为好自为之吧。芝芝，夏夏，为什么呀？爸爸妈妈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？董事长，小心，万一是红疹子病呢？哎呀，救人要紧，赶紧送医院。是。
芝，我是爸爸。看，你有病吧你这个人！姑娘，对不起，认错人了。强哥，你没事吧？强哥，我没事。丽丽，过2天就是小夏的忌日了，咱还是回去吧。好，咱回家。谢谢你这些年一直相信我没有想害咱们家夏夏。强哥，我和你结婚这么多年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能不清楚吗？只是当年芝芝还小，这夏夏也死在了他的眼前，他一时想不开，也是正常的。爸爸对不起你。芝芝，你在哪里呀？爸爸想你了，爸爸想你啊，芝芝，你哪怕让爸爸远远的看上你一眼也行啊。公司是您一手创建的，凭什么他们要把您推出董事会？因为咱们俩只能有一个人在，不然他们心里不平衡。你能顺利继任董事长，我就知足了。我不服。傻孩子，10年了，我早就把你当成我的女儿了。为了你，别说退出董事会，付出生命我都愿意。你呀，这个脾气得改一改，这样以后怎么好管理公司啊？不是还有你？我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以后啊还得靠你。说什么胡话呢？你这个脾气可真得改改了，要不然以后还怎么照顾你弟呀？不是还有你？也对，你妈呀，就是性子弱，老是挨欺负，你强硬一点也好。说什么胡话呢？爸妈，这10年你们有后悔过吗？董事长，小营村的建厂和规划做下来了，过2天要去考察，您去吗？小营村。对了，老董事长特意让我嘱咐您，说那里是您的老家，这些年您一直在国外上学，现在回来了，要不要回去看看？那里不是我的家，没什么值得看的。老董事长还说了，您的家也在拆迁范围内，要是这次不回去的话，可能就找不到家了。这10年里，我在梦里已经不知道回去多少次了，怎么会找不到家呢？我弟弟还在那儿，那就回去把他接回来吧。是。爸妈，现在我有很多钱，可一点都不幸福。虽然恨了你们很久，但现在更多的是想念，想念当初咱们一家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光。你看你走到哪儿都拿着这封信，你就不怕在外面哪天给丢了呀？这个信啊，可得装好了。要是哪天我碰到芝芝，好跟她解释，那个毒药啊，真不是给小夏喝的。这都10年了，你还放不下这件事呀？这里要是哪天芝芝回来，我就告诉她，如果不是她那天打电话，你也不会从高处掉下来。这个事儿可千万不能告诉芝芝，要不然她会内疚一辈子。别看这丫头平时挺要强的，其实心里面软乎着呢。就你疼你闺女，行了吧？小夏，用不了多久，爸爸就会来陪你。你有啥想要的呀，就给爸托梦，到时候爸爸都给你带过去，啊！强哥，别说这些话呀。李景，给老子滚出来！周大壮，你要干什么？京东的企业家要在咱们村建厂，
你们家这片地被征用了，你和那个废物收拾东西滚蛋。征用？啊，那我们2个人住哪去？这可是5000块钱的赔偿款，拿着，赶紧滚蛋。5000？我们家这房子怎么着也值5万块钱吧？你们这么做，这跟强盗有什么区别？我可告诉你，这可是关乎着全村人的好事，要是因为你们一家耽误了咱们村的发展，这责任你担当不起。我不知道什么企业，我只知道你们要抢我们的房子。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们不搬是吧？老子帮你搬，动手！动手！怎么着？你这废物也想跟我们动手啊？周大忠，你个王八蛋！当年你用我儿子我女儿来威胁我，我怕你，可现在我已经家破人亡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不会再怕你了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你就别想拿到我的房子。这房子是芝芝和小夏的家，我不可能让他们回来找不到自己的根。我明白了，你当年亲手毒死自己的儿子，就是为了对付我呀！你个王八蛋，我跟你拼了！跟我拼了？你怎么拼呀？像狗一样爬过来咬死我吗？啊！废物！周大忠，你不能好死！兔子急了还咬人，你该逼我！逼你？你也配啊？你，丽丽，瞧瞧你现在这副样子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，亲手毒死自己的儿子，逼走自己的大女儿。我要是你，早他妈都死了，哪还有脸活着呀？不过呀，看在你快死的份上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：当年你和李丽结婚之前，我就把她睡了。你个畜生！强哥！哎，林强，你可别他妈碰瓷儿，老子都没动上你啊！人渣！要不是你，我们家会过得很好的。你给我滚啊！强哥，你坚持一下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给我滚！快点！厂长不会闹出人命吧？怕什么？老子都没动上他，怕个鸡毛！那这给老子进去办，能办的全都扔了。我求求你了，帮帮我！我们都在一个村上生活了这么多年，你们怎么这么任性啊？强哥，你要坚持住呀！芝芝，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芝芝了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强哥，走。芝芝。不走了，我怕是不行了。我求求你们了，求求！大晚上的都在这儿，不怕危险吗？赶快回家，散了。强哥，以前你总说日子太苦，所以你喜欢吃糖。可自从有了芝芝和小夏之后，你就把糖都留给他们。我知道，不是日子不苦了，是你当妈了，不能再像小孩子一样要糖吃了。就算日子再苦，也得咬牙挺过去，因为心里有了念想和希望。
芝芝和小夏是我的命，你也是。强哥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心里一直有个秘密，我没有敢告诉你。你对芝芝那么好，是我太自私了，我只顾自己的名声，我一直不敢说。芝芝她其实不是你的亲生女儿。天哪！天，强哥。对不起，傻瓜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了。你早就知道了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呀？咱们结婚那天，我就知道你怀孕了。可是我不介意，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丽丽，我做到了。你个傻瓜，你就是个大傻瓜！你芝芝他其实是……芝芝是谁不重要，我只知道她永远都是我林强的女儿。等芝芝回来，把这封信交给他，告诉他，小夏不是我害死的。这些年，强哥，董事长，这些年您的父母一直在找您。你们为什么要找我？是因为对我和弟弟我们俩的愧疚吗？这个是这些年周大忠的犯罪证据。我们从一个村医口中得知，当年村里的红疹病爆发是因为周大忠的儿子周建。这个周大忠，我一定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还有这个，那个村医还说了，当年您的父亲和母亲为了给弟弟治病和供您上学，每个月都会卖血。您的父亲出事那天，就是因为出血抽多了，从高处弯腰接电话的时候，不小心晕倒摔下来的。接电话出的事儿。喂，芝芝，咋了？爸爸正在。强哥！爸，快来村口，快！卖血给弟弟治病，卖血供我上学。不对，一定是哪里错了。我亲眼看见的，小刘，你说亲眼看见的不会出错的，对吧？啊！你疯！董事长，有的时候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啊。备车，去小英村。是。爸妈，我真的错怪你们了。董事长，休息一下吧，你已经一天一宿没喝药了。小刘，万一，我是说万一啊，万一我误会了我爸妈10年，让他们找了我10年，让他们受欺辱、受委屈了10年，我该怎么办？有误会也不能怪您自己啊，有可能是他们没解释清。我爸爸是想自杀的，我没有想害小夏芝芝。你做戏还做全套的。那要是我没给他们解释的机会呢？您都说了是误会了，
那他们应该也不会怪您的。可如果真是这样，我该怎么原谅我自己呢？董事长，前面就快到小云村了。李丽是个苦命人呀，小儿子被人毒死，大女儿离家出走10年了，了无音讯。现在老爷们又去世了，别乱说了，林强能毒死自己的儿子，那要是为自己准备的。大家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几十年，他的为人你们还不清楚？为了2个孩子，连命都不要了，就是太可怜了。后来新闻也辟谣了，说那个传染病呀有潜伏期，一般都是感染了3到4天以后才会发病。所以当年真正把病毒带回来的人是中介。你可别乱说了，不想在村子待了？我就是气不过。强哥，我给你送行了。各位父老乡亲，今天我给家中亲人送行，家中晚辈不在，还望各位多多担待。妮丽啊，你确实太不容易了。你放心，我们大家伙一定会多帮你的。父老乡亲们，你们听号吧，是我一人喊号吧。人走两边，官走中间，把人抬棺，稳如泰山。你们要当心脚下呀！向前走吧！此路不通。周大柱，你要干什么？董事长，前面有人出殡，好像是吵起来了。直接回家，不用管他们。穷山恶水出刁民，这里的人都是这样的，他们连活人都能逼死，刁难死人算什么？是。今天是京都的企业家来村里视察的日子，这出殡延迟吧。我不管他企业家视不视察，今天我强哥必须入土为安。是呀，这人死不发丧，半夜瘆得慌。大众啊，通融吧。大众是你教的。京都企业家来咱们村建厂，是为了改善咱们村的生活条件。要是因为他们一家耽误了整个村子的建设，那可不行。不要拿村里的利益来压我。当初我强哥死的时候，你们没有一个人来帮我。今天为什么要考虑你们的利益？董事长，你要为了一个死人与整个村为敌，耽误整个村的建设吗？哎呀，不能妨碍村里建设呀！是呀。周大柱，你个王八蛋！当初你诬陷我们家，说我们孩子把红疹病带进了村里，害死了我的孩子，逼走了我的女儿。现在你要抢我们家的房子，逼死了我的男人。要不是为了芝芝，我今天就跟你同归于尽了。过去的事我哪记得住？但这件事你可别乱说，林强可不是我逼死的。人京都企业家规划地方的时候，人就选中了你们家那一块，你要怪他去。好，等那个企业家来了，我倒要问问他，凭什么拆我家的房子只给5000块钱？我倒要看看，是你中饱私囊，还是那个企业家就是吸底层人民血的吸血鬼？随便你，反正今天我站在这儿，这病你就出不了。今天我就是死，这个病我一定要出。父老乡亲们，辛苦大家了，我们走。你走哪儿去？给我上！不是你们怎么还动手打人呢？
周大忠，官不落地，你们这是要做什么？违背祖宗的规矩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，殃及子孙吗？爸妈，10年了，我回来了。只是夏夏，等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爸爸可能不在了。是爸爸没能耐，爸对不起你们，让你们受委屈了。周大忠说的对，咱们家只有死个人才能平息乡亲们的怒火，不然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，再难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。爸爸不是个英雄，但是爸爸想成为你们的英雄，所以爸爸去死就好了。只是你妈性子弱，你弟弟身体又不好，所以咱们家以后就靠你了。你要照顾好妈妈和弟弟。我知道这样你的压力很大，但也是没有办法了。如果有下辈子，爸爸一定好好补偿你，这辈子就辛苦你了。你这个脾气可真得改改了，要不然以后还怎么照顾你弟呀？你呀，这个脾气得改一改，这样以后怎么好管理公司啊？我为什么不听听解释？我为什么不听听解释？你怎么会害我呢？董事长，你家里面没人，会不会是刚刚那些出殡的？我给你们3秒钟时间，谁敢执意再替他抬棺，就别怪我让你们在小营村无立足之地。3，我求求你们了，千万不要松手呀！2，求求你了，再帮帮我最后一次吧，求求你了。1。快点儿，开快点儿！是。爸，你一定要等我，一定要我送你最后一程。元哥，我求求你，你就再帮我最后一次吧，求求你。陆婶子，你劝劝大家，再帮帮我最后一次，我不能让我强哥留在这里呀！李丽，这林强死了，可是你还得活着呀！好，我自己来。周大忠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怎么样？你要下去陪你那残废男人呢？啊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今天的我就是你们的明天？周大忠那个畜生，他会放过你们吗？芝芝，
妈对不起你，下辈子一定要讨个好人家呀！强哥，我来陪你了。妈，芝芝，是你吗？妈，是我回来了。芝芝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才回来呀？我和你爸找了你10年，你爸在这10年每天都在念叨你，他在想你。可是他没有等到你，没有等到呀！妈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爸。你走了10年，你误会了你爸10年，在这10年里，你把他一直生活在自锁里。到最后都没有得到你的原谅，他死不瞑目呀！对不起妈，我爸他怎么就……你把他……怎么就没了？爸，对不起。是我错怪你了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你对我和夏夏那么好，我为什么就想不开啊？爸，林烨，先让孩子给长辈送行吧。对，先送行。一叩首，养育之恩大过天。爸，芝芝来晚了。2叩首，不孝子女受宁亲。爸，芝芝错怪您了。3叩首。血浓于水，永相连。爸，一路走好。爸，我一定会照顾好我妈，不让她受一点委屈。强哥。芝芝他回来了，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为什么要撞棺材？我爸是怎么死的？他又为什么会停在这儿呢？我爸是怎么死的？他又为什么会停在这儿呢？不行，芝芝要是知道真相，一定会和周大忠起冲突的。我不能让芝芝受到伤害。芝芝啊，没事，今天就……林家丫头回来了，那这话就好说了。我没问你。还是跟10年前一样啊，不懂事儿。这些都是你做的。来，其他的事与我无关，但这延迟出殡没得商量。周大忠，今天我在这儿，我爸的病就必须出。好胆呐！你怕是忘了你当年是怎么求我的？我记着你好像脑袋都磕破了吧？林芝，10年前我能让你跪下磕头求我，10年后我一样能。你当年羞辱我，害死我弟弟，你这一笔一笔的账，我可都给你记着。哎，你可别乱说啊！你弟弟是你爸亲手毒死的，可跟我无关呐。我懒得跟你说，等我送完我爸，我再来跟你慢慢算账。送走？送哪儿去？
请乡亲们帮忙，送我爸一程。哎呀，瞧，林芝，没我点头，谁敢帮你啊？我知道，他们在你的淀粉厂上班，如果忤逆你，他们会丢工作。聪明，我今天心情好，我就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还像10年前一样给我跪下磕头求饶，我就让你爸出殡。你个畜生！我告诉你，我已经不是10年前那个任由你欺辱的小女孩了。敢打我，老子弄死你！行，我倒要看看我会有什么下场。不过你最好手快点儿，不然你肯定死在我前面。你敢我不敢？我告诉你，在这儿，老子想弄死你，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你试试。周厂长，求你放过我女儿吧！今天这个病我们不出了。现在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老子告诉你，今天我站在这儿，这病他就出不了。周厂长，求求你放过我女儿，我给你跪下了。妈，不要！周厂长，你看这大庭广众之下的，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呀？过分！周厂长，这林家丧礼还没结束，你就让他娘俩跪下，任由你打骂，这有点不妥吧？我叫你一声袁哥，你真是要脸了是吧？现在人多，确实不好动手。来日方长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这俩贱货！好啊，今天我就看在乡亲们的面子上，我就饶你一次。现在立刻带着你这废物爹的棺材滚回去！好，我马上就走。不行，今天我爸的病必须出，谁也拦不住。记吃不记打是吧？好，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棺材就在这儿，你和你妈2个人抬着出殡。看来这些年你在小营村还真是只手遮天啊。错，我是在给大家谋福利。你个死丫头，你刚回来就惹事啊！周厂长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村里，你在这瞎嚷什么？就是啊，林芝啊，你这些年了无音讯的，你们家能过下去，那全靠了周厂长的帮扶啊！你们俩给我闭嘴！当年我和夏夏被诬陷带回来红疹子病的时候，你们怕被波及躲得远远的，后来又和周大忠一起欺负我爸妈，有你们这样当姥姥和舅舅的吗？等我爸出完殡，你们2个我一个都不放过！你真是个不孝子孙啊！哎，丽丽，你看看你教出来个什么东西？芝芝，要不还不就钱吗？今天只要给我爸抬棺的人，1人10万。10万块，真的假的？我这2年都赚不了这么多钱，林夏夏都有这么多吗？林芝啊，你真是猪鼻子插大葱，装蒜啊！你见过10万块钱吗？这张口就来。芝芝，这钱没事儿，妈，女儿现在有钱。哎呦，瞅瞅你这穷酸样，全身上下加一块几十块钱的衣服，10万块。你今天拿出10万，我让我的人抬着你爸出殡。好，那就先谢谢周厂长了。还敢嘴硬？10万块，拿呀！在哪儿啊？掏出来让大家看一看。别说是10万，就算100万、1000万，只要你想看，我都能轻易拿出来。不是你别在那说大话，你倒是把钱拿出来啊！是啊，哎，让我猜猜，你这钱能装到哪儿啊？就你这1副块也装不了那么多钱吧？哎，不对，该不会一会儿拿出张空头支票吧？就是，光动嘴谁不会呀？钱呢？不会要给我们打欠条吧？来了。总裁。总裁？芝芝，这怎么回事？他怎么叫你总裁呢？妈，我回头再跟你解释，先把爸的葬礼完成。林芝，
我们村里人虽然没什么见识，但你也不能把我们当傻子一样忽悠吧？就是，人家电视里的总裁啊，都是穿着西装的，身后呢还跟着一大群的保镖。你看看你，这哪一点像总裁呀？好了，我再问一遍，给我爸抬棺10万，有没有人？你别光动嘴呀，有能耐把钱拿出来呀！芝芝，这抬棺这种事情，它不是用钱来衡量的，这是情分啊。婶子，现在这个社会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周大忠开厂有钱，所以你们都怕他，导致我爸爸残疾，导致我弟弟冤死。今天我倒要看看，钱是不是万能的。小刘，把钱打开，给大家分了。是总裁。林家丫头这是发达了呀！天哪，早知道刚就答应帮他爸抬棺了。现在有没有人给我爸抬棺呀？我还撒这钱，我也抬。周大忠，钱我已经拿来了，你要反悔吗？林芝，你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是京都企业家来村视察的日子。如果因为你爸出殡而影响了村子的发展，你们一家就是整个小叶村的罪人。你是说京都来投资的企业家？没错。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们总裁就是京都来的企业家。他，林芝是京都来的企业家。你笑死人！是呀，芝芝啊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这些钱是从哪儿赚的，但你也不能冒充来村子里投资的企业家。是呀，林家姑娘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要是得罪了京都来的企业家，不给咱们村投资，那就糟了。放心吧，他永远都不会再来了。你还敢在这儿胡说八道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毁了村里的投资，我不介意做一回恶人。林芝啊，我怀疑这些钱来的途径恐怕不太干净吧。金强，你不要胡说，芝芝不是那样的人。他一个离家出走的孤儿，哪来这么多钱？肯定是坑蒙拐骗偷来的，也许是出卖身子让老头包养了。你闭嘴！小刘，别跟他们磨叽了，我不想耽误我爸出殡的时间。现在给村长打电话，告诉他我们撤资。是总裁。喂，村长，我们不打算投资了，你们小营村不值得我们投资。哟，还真装得有模有样的。京都企业家如果真撤资了，村长会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。啊，电话呢？我现在没有接到任何电话呀。因为他是假的，一个被包养的小三儿，还在这装什么总裁啊？芝芝，妈知道你赚了很多钱，想给爸妈争口气，但是妈不需要，只要你好好的就行。哎，村长来了！村长来了！林芝，你就等着被打脸吧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村长，今儿不是京都来的企业家来村里视察的日子吗？他李丽非要挑今天出殡，我这不是怕冲撞了企业家，在这儿拦着呢吗？是啊，村长，这林芝回来之后，仗着自个儿不知道从哪儿骗了这么多的钱，还大言不惭说是京都来的企业家。村长，不是这样的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们家芝芝一直都是个乖孩子呀。村长，刚才他还让人给你打电话说撤资了，哎，你赶快给大家说一说，撤没撤资呀？都给我闭嘴！村长，有什么事你倒是快说呀！京都的企业家撤资了啊！这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村长，你骗我们对不对？你这是在骗我们！林芝的助理刚刚打了个电话就撤资了，他不会真的是京都来的企业家吧？现在这么看来，肯定是了，不然哪来那么多钱呀？一定是他！京都企业家撤资，一定是林芝搞的鬼！林家丫头，真的是你吗？没错，是我撤的资。真是胡闹！到现在还敢嘴硬，你等着！村长，他不是说他撤的资吗？你现在就给企业家打电话，当众打他的脸。芝芝，这
怎么，连你都不相信你的女儿啊？果然，你们母女俩都一样，一对的贱骨头。周大周，你这嘴不想要，我帮你撕了。村长，他们叫你打你就打，让大家看看谁才是贱骨头。您就是刘助理？嗯，那林家丫头就是京都企业家？没错。林家丫头，不，林总，你不能撤资啊！你也是从村里走出去的，我相信你对村里一定是有感情的。投资关乎到小银村的未来呀！村长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肯定错不了，你赶紧跪下！就是你一手毁了咱们小银村的未来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局长，一定是你搞错了！你们气死我了！都给我跪下！快给林总道歉！村长说的对呀，像咱们小营村这种贫瘠穷困的地方，谁愿意来这个地方投资嘛？肯定是从咱们这儿出去的人呢。肯定是芝芝丫头。林芝丫头，袁叔知道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。林总，我们都不是故意的呀，我们这么做也都是为了村里好。周大忠，你厂子还想不想在村里开了？还不赶快跪下给企业家道歉！林芝竟然是京都来的企业家，如果他撤了资，那我的厂不就完了吗？不行，一定不能撤资。林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永远不是台上，求您千万不要撤资呀！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对，和乡亲们无关呐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日子还长，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，小贱人！我没时间跟你们说这些，我只希望我爸能早点入土为安。我来抬棺，滚开！你抬会脏了我爸的棺材。是，林总，那您说我怎么样才能弥补我曾经犯下的过错？你还记得当年我带我弟出村看病，你是怎么对我的吗？知道，跪地磕头，我这就磕。我磕。芝芝，你真的是京都来的企业家？是真的，妈。咱们继续出殡吧。好，出殡。滚一边可去！等我给我爸出完殡，我再好好跟你算账。是，死丫头，别让你落在我的手里。请各位乡亲们跟随林芝为亲人送行。林姑娘，我们大家伙帮你。爸，林芝送您一程。起棺，听好，今儿我洗身喽！哎，最后一天嘞！哎，不要慌张哟！哎，跟我一起来吧！爸，这辈子女儿没能让您享到福，芝芝下辈子还做您的女儿。芝芝，这是没事儿，妈，自己人。总裁好。小刘，哎，你去对接一下小营村的投资事宜。总裁，你还有打算继续投资啊？我爸妈吃了一辈子苦，是时候让他们挺起腰杆做人了。芝芝，妈真为你感到骄傲。妈，咱们回家吧。林芝这个贱人，今天让我在村里人面前颜面尽失。爸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林芝是京都来的企业家，不可能啊！难道你就这么认输了？那能有什么办法？既然斗不过他，那让他变成咱们自己人不就好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忘了您是怎么得到的李丽？我们今儿晚上我一定要试一个高本。我那是把李丽灌醉了，可林芝咱们没机会啊。有了这个，
他灵芝以后就是我的人。所以，是因为我们公司非要开发那块地，周大忠才要抢走我们的房子，我爸才气血攻心而死。芝芝，这不怪你。妈，对不起，这些年是我误会爸，是我让我们家受了那么多的罪。我爸一定会很埋怨我吧？不，芝芝，你爸从来都没有埋怨过你，只是这么多年来，你爸一直担心你在外面吃不好，睡不暖，该怎么办？他也想你呀。夏夏，相信我，会给你们讨回公道，让周大忠不得好死。总裁，给你1晚上的时间，帮我查清楚周大忠这些年的所作所为，还有全村里面所有欺负过我们家的人都给我找来。明天我要召开投资大会，全村人都必须参加，我要当众审判他们。是，总裁。芝芝，你要做什么呀？妈，我知道你心软，舍不得伤害那些人，但是我不一样。明天我一定要当着全村人的面，让那些欺负我们的人付出代价，让你在小阴村吃起药来。总裁，周大忠邀请您去他们家吃晚饭，顺便说一下当年和您父亲做交易的事情。好，我去。芝芝，我们不去，周大忠肯定没安什么好心啊。妈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。今天晚上，我倒要看看他周大忠能耍什么花样。大侄女，吃菜，这都是我亲自炒的。别叫那么亲热，我不是你大侄女，有屁快放。大侄女，这都当上了总裁了，怎么脾气还这么倔？林总，当初村子里的红疹确实不是你跟夏夏带回来的，是我带回来的。周倩，你不是人！你知道，就是因为当年你的诬陷，才导致了我们家夏夏的死。我早就知道了，所以这次回来，我也没有打算放过你们。林总，这得饶人处且饶人嘛，毕竟我们当年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。周大忠，你就别装了，当初我都已经听到了，我爸跟你的谈话，说我们家必须要死一个人，才能平息村民们的怒火。这您肯定是听错了，听错了。好的，好的。林总，咱们的车挡到了，叫我过去挪一下。去吧。林总，这当年的事情，确实是我们错了，我们也确实认知到自己的错误了。我们父子俩想跟您母女俩碰一杯，赔个不是。不需要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对，我不奢求您的原谅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想跟您道个歉，顺便跟您讲述一下当年我和您父亲交易的事情。您毕竟离家出走这么多年了，免得回来对你爸还心存芥蒂，不是？芝芝，你心里不会还怪着你爸爸？这当年那碗药，他确实是林叔叔准备的，你这确实很难说得清嘛。喝酒。我已经不怪我爸了。我今天之所以过来，是想了解一下当年事情的经过，顺便看看你是怎么哄骗我爸的。不是哄骗，放屁，粗鲁，真的不是哄骗，是威胁。我用你的前途还有林夏的病威胁你爸，如果你们家不背这个黑锅，你就上不了学，而林夏就治不了病。
阴差阳错，你的傻弟弟还是给死了。你个王八蛋！芝芝，婶儿，他没事儿，他只不过是喝了被我下了药的酒，死不了。从今以后，她就是我的女人，我要拿走她的一切。周姐，你找死！周姐，你个王八蛋！你不……总裁，过了今天，这一切都属于我。这姿势还不够骚，再换一个。哎，前世，你敢想我？周大柱，你们不能！不能？为什么不能？我儿子睡你女儿，就跟当年我睡你一样，我们跟你们两全其美啊！只要行，他会杀了你的。你放心吧，我儿子周健一会儿会拍下他淫荡的照片和视频。你不能好死！你也别着急，等拍完他的，我们到时候再拍你的。我就不信了，他不在乎自己的脸皮，他还不在乎你这当妈的脸皮吗？你不能这么做，芝芝，她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什么？这个姿势好。儿子，快住手！快住手！爸，你怎么连个娘们都控制不住？哎呀，儿子，心软知己啊！林芝是你妹。啥？她是我和李丽怀家的种。那这么说，那林芝的钱，那不就都是我们的了吗？不可能！就算你是林芝的亲生父亲，芝芝的父亲也只有一个，他就是林强。照片拍好了吗？啊！拿着这2根头发去做亲子鉴定，从今往后，他林芝就是咱们父子俩的摇钱树。周大柱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你说，要是让林芝知道我是他亲爹这事儿，他是什么反应啊？哎，你说他会不会认我这亲爹呀？啊？你不能说，不能说，凭什么不能说？你是怕他说你淫荡不守妇道呢，还是怕他真的是我这爹？就算你是他的亲生父亲，养大于生，这些年你把我们家害成什么样子，芝芝早已对你恨之入骨。就算你告诉他，他也不可能认你。芝芝，原谅妈自私一次，为了你爸，妈也一定要守住这个秘密。哎呀，说的也对呀，林芝这臭丫头的性格，她真干得出来把我这亲爹送进监狱的事。所以我求求你，这件事情一定不要让芝芝知道呀。如果林芝这死丫头知道了真相，肯定也不会认我，而她也就是心理上受点创伤，我可是什么好处都捞不到，确实有些得不偿失。哎呀，其实让我把事情不要告诉林芝也行，但你得嫁给我。林芝她这么对我，你作为她亲妈，你得用下半辈子伺候我来还。不行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吗？你就想控制我来给芝芝要钱，不可能！你误会了。那这样，只要你嫁给我，再加上1000万，我守口如瓶，保证这个秘密。而且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绝对不为难林芝，怎么样？不行，我看你是到现在还没搞明白，想跟我鱼死网破是吧？雷丽，我给你3秒钟时间，你最好考虑清楚。如果真让林芝知道我是他爸的消息，说不定
他还真的会认了我。你说到时候林强会不会从棺材里边跳出来？林芝，他还会不会认你这个妈？3、2，不能让芝芝知道强哥把芝芝当成亲生女儿，不能对不起强哥。芝芝要是知道，也肯定接受不了这个事实。万一再想不开，就糟了。我同意。芝芝，你醒了？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幸亏那些保镖来得及时，没有让他们得逞。周大忠和周建这2个混蛋，我一定饶不了他们。我给你3秒钟时间，你最好考虑清楚。如果真让林芝知道我是他爸的消息，说不定他真的认了我这个爸。你说林芝，他还会不会认你这个妈？认你这个妈？芝芝，我知道你恨周大忠，我也恨他。但是今天你也看到了，这狗急了还会跳墙。他今天能给你下药，明天就可能做出更过分的事儿。妈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要不就算了吧，我不想你受到伤害，我现在只有你了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能保护好你，也会保护好我自己。而且，爸和弟弟的仇，我也一定要报。快睡吧，明天我们还得审判周大忠呢。这人到的都差不多了啊！今天我们的投资大会正式开始。首先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京都的企业家林芝林总。林芝10年前从我们小营村走出去，如今事业有成，知恩图报，带着资金又回到了我们小营村，这是我们小营村的骄傲呀！鼓掌！林家丫头真有出息啊！是啊，想要出人头地，还是得好好读书呀。各位乡亲们，当年我是怎么走的，想必大家都知道，所以不用说的那么好听。我是离家出走的，是因为有人害死了我弟弟。这些年我爸妈受到了多少打压，想必大家心里比我还清楚。所以我今天召开这个投资大会，就是要惩罚那些当年伤害过我家里的人。有钱就了不起了吗？我要是有钱，我比他还狂。我就是他没那么好心吧，投资是幌子，他是来这里耀武扬威来了。他不会连咱们家也报复吧？他不敢，毕竟我是他的外婆。当然。林总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受到伤害的不止我的家人，全村还有很多人都受到了伤害，所以我今天就要带着全村人一起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。我头子！刘叔，村里的会计，8年前村里下来了一批征地款，周大忠用刘叔的孩子做威胁，逼他更改款项被拒绝，于是他被打成了残废。又在威逼利诱下，刘叔一家人不敢报警，最终郁郁而死。真的假的呀？周厂长虽然说是平时横了点，但不至于做出这种事情吧？谁知道呢？不可能，周厂长就不是那样的人。这些年啊，他给咱们村带来多少效益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啊。林总，您这就是污蔑我了，我一身清白啊。刘婶儿，你自己说，我说错了吗？我们家老头子他是残疾人，他自己摔的，跟周厂长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这么说对得起死去的刘叔吗？我对得起，对不起，跟你有什么
么关系。别原因有钱了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跟你没关系。刘婶儿，你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会保护你的，没有任何人能伤害你。我不需要你给我撑腰，我和我儿子，我们现在过得都很好。你要有仇的话，你自己报仇去，我没有仇也没有怨。你别管我的事儿，刘婶儿，林芝，我求你了，你别管我们家的事儿，行不行？我给你跪下了，我给你磕头。这林家丫头真是胡说八道啊！不过看刘婶的样子，好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能没有难言之隐吗？林芝现在可是京都来的企业家，这样给刘婶压力，刘婶能不害怕吗？林家丫头，对不起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。周大忠在小烟囱盘踞了几10年，你斗不过他的。刘婶儿，刘婶儿，你别这样，我不逼你了。林总，我知道您恨我，怨我当年挡着您不让您带您弟弟出村看病，怨我昨天堵着你爸不让你爸出殡。可我这也是事出有因呢，您不能因为这个事就找个人来污蔑我呀。是不是污蔑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周大忠，这2个人你还认识吧？兄弟，我周大忠对不起你们呐！他们就是当年厂子爆炸炸死的2位兄弟呀！我永远都忘不了他们的样子，永远都会记住。3年前，你的厂子因经营不善，半年发不出工资，最后你走投无路，精心策划了这场意外，骗得了高昂的保险和补贴，最后使你的厂子起死回生。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？林总，我敬您发达了，还能回村搞建设，但您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污蔑我吧？我周大忠在村子几10年了，我的为人大伙儿都知道。这份任何事情他都是讲证据的，你倒是把证据拿出来啊！我可以作证，我老头子就是他害死的。大家都知道，前多年我的儿子和我儿媳妇出了车祸去世了，留下了一个孩子，我和我的老公把他养大，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。3年前，我孙子考上了大学，我们拿不出学费。那个时候，周大忠找到了我们，给了2万块钱，说要让我老头子出一次意外。胡说八道！他家孙子压根没去上大学，不是高考完没多久就生病死了吗？那还用说吗？这死老太婆以前是为了多讹点钱啊，现在她只剩自己一个，没人照顾啊。为了孩子，做父母的怎么就不能为了2万块钱而卖命呢？为了孩子，做父母的怎么就不能为了2万块钱而卖命呢？一条人命就值2万块钱呀！满口胡言，满口胡言！当年厂子意外爆炸，我承认我有监管不力之责，但是我该赔偿我都赔偿了呀。是2万块钱，你说的是赔偿金，你还是人吗你？2万块钱就买去了我老头子一条人命啊！难道这人命都没有一个牲口值钱吗？闭嘴吧，死老太婆！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爸死了3年了，我怎么就不知道他是自愿去死的呢？你别拉我！来，你说，你爸是不是自愿去死的呀？
我不知道，你别问我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你只需要说出实情就行。林总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不要害怕，现在大家都需要你站出来。林总，你就别为难我们大家了，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你现在有钱有势，你要是有能力，就自己去查。我们这些小老百姓都经不起折腾了，做一次就会万劫不复啊！难道你不想给你家里人讨一个公道吗？我老公就在周大中厂子里上班呢，这不公道吗？这不就是我家老爷子最想看到的吗？林总，这世上本就没有公道可言，所谓的公道在人心，不过就是人们自己心里觉得公道，那便就是公道了。好，那我灵芝今天就要给自己讨一个心里的公道。我知道大家在担心什么，我今天之所以站在这儿，就有信心能保护好你们，也请你们相信我，从明天开始，小营村就不会有那个压榨你们的淀粉厂，而是会多出很多个厂子，大家不仅有工资，而且还会有分红。所以大家不用再担心没有钱赚，更不用担心还会有人在欺负你们。还有分红呢，那太好了！大家别听他吹牛逼啊，那是给咱画饼的。没用，只要他不当场扳倒周厂长，那就没有人敢出来指认。10年前，我带着我弟弟林夏出村看病，回来后红疹子病肆虐全村。周大中煽动村民们说是我们带回来的病毒，并且害死了我弟弟。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这个病毒是有潜伏期的，早在我们回村之前就已经在村里面传播了。而带回这个病毒的正是周大中的儿子周健。我爸爸林强10年前在工厂上班，从高处坠下，导致双腿瘫痪。不仅没有拿到工伤赔偿，还被周大中威胁，只有我们家背下了传播病毒的这个黑锅，才能给我们家钱，才能给我弟弟治病，才能供我上学。周大中，你承不承认？我离家出走10年，周大中不断的骚扰我妈，我妈拒绝骚扰，被周大中开除。是，工厂是你的，你想开除谁就开除谁，但是你骚扰我妈，你承不承认？我妈被开除后只能种地为生，你又带着人抢走了我家的土地，承不承认？前几日我们公司投资的项目又规划到了我家，你又带人抢走了我家的房子，并且和我爸妈产生了冲突，在冲突之中害死了我爸，你承不承认？承认什么？凡事讲证据，你两嘴一拍，说什么就是什么了。好啊，那这么说，我还说你是我女儿呢，那也是真的吗？好，我现在就给你收集证据。我相信重金之下必有勇夫。今天，凡是能指出周大正犯罪证据的，每人100万。我去！能做人证的，同样每人100万。我去，给这么多，这丫头疯了吧？我只看见过周大中欺负人，这个算不算？林总，不论周厂长的结果如何，只要我说出来了，就会给我这笔钱，对吧？当然。你疯了！我儿子要娶媳妇，要买房买车，这钱够了，就算最后周总没事儿，弄死我都行。我这条贱命能换孩子以后的幸福，值了。那我可以当证人。我也可以指证。我来指证。都给我闭嘴！林芝，自打一进门你就开始不停地质问我、审判我，你凭什么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质问我、审判我？还有你们这些作证的，你们是大公无私的指证我吗？你们是为了这些钱？做伪证是违法的，你觉得乡亲们有必要冒这个风险吗？好啊，那我倒要听听，你们能指证我什么？我来指证。当年你抢了李弟家的地，我就在现场。还有前些日子你又抢了他们家的房子，逼死了林强，这些我们可都看见了。我们也看见了，我也看见了。对，大伙平日里怕你，不敢吱声，不能代表这些事情你没有做过，是不是乡亲们？对。我也指证，当年红疹子病就是周健带回村里，他逃离村子的时候被我看见。
你们都看见了吧？大家都不怕他了。我求求你们了，说实情吧，让我们把这个人渣绳之以法。芝芝，你来的正好，昨天晚上的新账和10年前的旧账，我们一起算。哼，林总，您别激动，你们刚才说的，其实我在旁边都已经看着听着了。直到大家出来作证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按照您的说法，除了10年前您离家出走的事儿，其余的你家里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亲身经历过。哼，那受害者是婶儿啊，那为什么不让婶儿出来说说呢？妈，你告诉他，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？那是亲子鉴定结果吧？不行，绝对不能让芝芝知道。妈，你说话呀！芝芝，对不起，妈为了你爸和你，不能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大家。芝芝她不太了解详情，说的话有点和大家说的不太一样。什么叫不了解详情啊？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妈马上要嫁给我了，你要指控你爸，你妈能同意吗？不可能。你不信呐？你不信你自己问问他呀。妈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妈，李丽，你个婊子，你是不是早都和周大忠有一腿啊？是不是李丽和周大忠算计好了？我们现在都站出来指证周大忠了，现在你却反水了，贱人，去死吧！打死他！别打我妈！别打我！别打了！妈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确定你要嫁给这个杀死了我爸和我弟的杀人凶手吗？芝芝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是。为什么？妈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妈自始至终爱的都是我呀。那你对得起我爸吗？看样子李丽真的和周大忠有一腿啊！林芝该不会是……不会是周大忠和李丽的女儿吧？你们给我闭嘴！你们在胡说什么呀？芝芝，你不要听他们。你不是我妈，你走，你走。芝芝啊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你妈含辛茹苦的把你养大，现在她终于能追求她的幸福了。你作为女儿，不应该祝福她吗？你闭嘴！逆子！芝芝，妈求你了，你赶快回京都去吧，妈的事你就不要管了。妈，如果我让你在我跟他之间选一个，你选谁？林芝，你不要不知好歹！芝芝，别碰我！我说，如果我让你在我和他之间选一个，你选谁？林芝，我给你脸了，不知好歹！你妈当然选我。妈，你说话。妈，你说话。你说话，你选谁？你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吗？我选周大忠。哎呀，李丽呀，你可真是糊涂了呀！好，既然你做出了这个选择，那我以后没有你这个妈。芝芝，芝芝，你是妈妈的女儿，你永远都是妈妈的女儿。我没有你这个妈。爸，妈，你快醒过来啊！弟弟和爸爸走了，我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。妈，我说的都是气话。
你永远都是我的妈妈。你就是李丽和林强的女儿啊，你认识我？你爸身体不好，他每年都会来我这儿检查买药，每次来医院时都会带给他寻人启事。他们可找了你10年呀，为了找你，你爸连医院都不住。他要是住院的话，肯定是死不了的。你爸现在没了，以后可对你妈好一点吧。啊！都怪我，都怪我！如果我当时没有那么任性，爸爸就不会死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芝芝，妈，你醒了，来。芝芝，你不要哭，你爸怎么可能会是你害的呢？医生都告诉我了，我都知道了。不怪你，这都是我和你爸心甘情愿。只要你过得好，我和你爸就心满意足。妈，妈要是知道的话，她也会很开心的。可是，我不想失去你妈。妈也不想失去你呀。妈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嫁给周大仲啊？是不是他威胁你了？芝芝啊，你就别问了吧。你要相信我，我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的。哎呀，丽丽啊，你没事吧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他说他是您父亲，我们不敢拦啊。我父亲已经去世了，把他们赶出去。芝芝，你都1天1夜没合眼了，这么辛苦啊，你就回去休息休息吧。这里不需要你们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出去！哎呀，婶儿，芝芝1天1夜没合眼了，那么辛苦，你也不希望她倒下吧？就让我跟我爸多陪你一会儿啊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出去！芝芝，妈，怎么了？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会儿吧。妈，我没事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会照顾好你妈的啊。芝芝乖，你先回去，你这样妈也会心疼你的。妈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呢？妈，那你好好休息啊。看望我妈。是。喂，小刘，给我查一下最近周家父子都在干什么。妈，芝芝呀，这些事儿妈自己就能做。没事儿，妈，你这刚出院，应该休息休息。芝芝呀，你什么时候回京都呀？不知道呢，我想留下来多陪陪妈妈。你那么大个公司，要不在的话，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？要不你还是早点回去吧，妈妈自己一个人可以的。怎么？你想我走了，你嫁给周大仲啊？妈，一直到现在，我都愿意相信你是被威胁的，你怎么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呢？我什么都能解决好的。我没有被威胁，我和周大仲从小一起长大，嫁给他，我不会吃亏的。你知道乡亲们都怎么说你吗？说你这些年一直跟他不清不楚，说你为了跟他在一起合力谋害我爸，说你为了跟他在一起连我们的房子都不要了。不是的，不是，你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吗？现在事实就摆在我眼前呢，你让我怎么相信啊？我爸一去世你就迫不及待的改嫁，是不是？你为了跟他在一起跟乡亲们作对，是不是？你为了跟他在一起都不让我这个女儿了，是不是？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芝芝，我现在只能相信你跟他是真心相爱的了，不然我也没有什么理由了。对不起，你就当我们是真心相爱的吧。那我爸呢？啊，你跟我爸这些年都是假的，
是吗？你爸已经走了，这日子总得过下去吧。好，活着的人总要过日子。等我爸过头期，我就回京。芝芝，妈能不能求你一件事？周大忠的厂现在遇到点困难，需要一笔钱。你让我帮他？毕竟村上那么多人都在淀粉厂上班，如果这个厂倒了，这么多人都会失业的。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回来他的厂子一定会倒闭。我也说过了，村民们的工作不用担心，我会建很多个厂子，他不会没有工作的。可是别可是了，你是怕他的淀粉厂倒闭了以后，你跟着过苦日子，是吧？芝芝，我不是担心这个。对，你不怕吃苦，你跟我爸一辈子了，过了苦日子你都熬过来了，那你是想过好日子。我现在也很有钱，我也能让你过好日子。芝芝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那你就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吧，以后他去要饭你都陪着他，我是不会帮他的。芝芝，你就帮周大忠一次吧，就算妈求你了。不可能，芝芝，妈改嫁也需要嫁妆，要不然嫁过去会被人笑话的。现在家里什么都没有，就算妈求你了啊！你爸现在没了，以后可对你妈好一点吧。好，芝芝，妈，那你以后好好照顾自己。芝芝，吃块糖吧。芝芝。强哥，你不会怪我吧？要是你活着，也会这么做的，对吧？强哥，糖真甜，这样生活也能这么甜，该多好啊！妈的，林芝这个臭丫头，她就不知好歹。果然是再好的种，到林强手上也变不行了。爸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需要知道，你只要知道林芝那臭丫头会给咱们1000万就行了。爸，我是实在有点想不明白。你说你娶了李丽，那只能得到1000万，但是你要认了灵芝，那她的钱不就都是咱的钱？当然不是，林芝那臭丫头，她什么性格你不知道啊？咱们就是把亲子鉴定砸到她的脸上，她都不会认我。说的也是，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？可不能让灵芝那条大鱼就这么跑了。哼，这烤炉都已经架好了，炭火都已经烧好，就差把肉放到架子上烤了。你去给全村人发请柬，我要和李丽在林强头七那天结婚。指证你的那帮人就别发了，要让全村的人都知道，林芝那臭丫头给咱们淀粉厂投资了1000万。那这样灵芝她不会疯吧？不光她会疯，有的人会比她更疯。李丽，你个贱人，赶紧出来！李丽，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啊？李丽，你对得起死去的连强和连夏吗？对得起我们乡亲帮你吗？啊！
就出来！你给我滚出小阴村去！你女儿灵芝呢？她不是说要让淀粉厂倒闭吗？现在为什么又给淀粉厂投资1000万呢？一定是你们合起伙来骗我们的是吧？想把小银村对你们不满意的人都清出去，对吧？大家冷静一下。冷静个屁！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呀？周大忠给村里的乡亲们发请帖，说要在林强头七那天合计举办婚礼，这事你不知道吗？知道。真是造孽呀！丽丽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？林芝给周大忠的淀粉厂投资了1000万，这事儿你知道不？知道。知道。好啊，他们娘俩把咱大家伙当猴耍呢啊！林芝呢？给他滚出来！这件事情跟林芝没有关系，都是我让他做的，求求大家不要为难林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总裁，周大忠近1个月没有离开过村子，周健也一直都在淀粉厂。但是在您回村的那天，周健去了趟医院和打印店。他去医院和打印店干什么？这2个毫不关联。医院的信息不能泄露。听打印店的老板说，他去了趟打印店，打印了一些照片。什么照片？打印店的老板说，周健没有给他看，打印完照片以后就都删除了。那能找回那些照片吗？能，但是得把电脑寄回京都，然后让技术部门尽快恢复一下。好。喂，什么？好，我们这就回去。怎么了？您的家被村民围了。啊！求求大家不要为难林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女儿林芝呢？叫她滚出来！我求求大家了，不要为难我家芝芝，求求大家了。你们娘俩谁也跑不了，大家伙把她给我摁住！上！你们都给我住手！妈，你没事吧？芝芝，你们干什么呢？我们干什么？你自己干什么？你自己不清楚吗？连家丫头，当时你要搞垮周大忠，我们才选择站出来帮你的。可是你没有搞垮周大忠，反而给他淀粉厂里投资了1000万，你说我们以后怎么在小阳村生活呀？大家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他周大忠就一定不会在这儿作威作福。哼，别吹牛逼了，要我看，周大忠现在是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你妈要嫁给他了，你连说话的份儿都没了。芝芝，他说的有道理呀，你现在呀谁也保护不了。你要是真能搞得过那个周大忠，你还能让你妈在你爸头七那天跟周大忠结婚的吗？什么？妈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芝芝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夏夏，我更对不起你爸。妈，他周大忠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，让你如此死心塌地？芝芝，你打我吧，我不是人，打我吧，芝芝。妈，头七，是我爸去世后离婚第1次回家的日子，你让他在县委也不能安宁吗？我也不想。所以，芝芝，你这辈子都必须是强哥的女儿。周大忠那个人渣，不配做你的父亲。你不想你为什么这么做啊？你是要报复我吗？我知道我离家出走了10年，我知道这10年你和我爸受了很多的苦，我也知道不管我做什么你都没有办法原谅我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报复我的话，那么恭喜你，你的目的达成了。我是的，芝芝，妈妈从来就没想过这些，不是这样的。妈，那让我们停止这场闹剧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你俩别在这给我演母女情深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当初我们为你坐镇的这群乡亲们，现在全都得罪了周大忠。他要和你母亲结婚，不给我们发请帖，只发给了乡亲们，这明显是刻意的针对我们。他现在要开始报复我们了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们，因为你。对呀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可不敢出来指认周大忠。我说过了，我可以保护好你们的，请你们相信我。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你们？你连你妈在你爸头七那天出嫁都管不了，你凭什么管我们？是啊，芝芝，只要周大忠还在这一天，我们这些人以后都没有好日子过了呀，是不
是啊，妈，你看，你简直是要把他们逼死了。芝芝，对不起，妈没那么伟大，管不了别人，妈只让你好好的。我对不起大家。妈，你简直太让我失望了。这怎么说都是我的错，不管怎么样，她都是我妈。那么今天就委屈大家了。我之前答应过你们的钱已经给你们了，如果你们还是不相信我能保护好你们的话，那就离开小营村吧，到城里去，所有衣食住行的费用我全包。不行，我老头儿、我儿子、儿媳妇还有我的孙子都在小营村埋着呢。什么城里？我不去，我就要住在这小营村里。对啊，我祖祖辈辈都在小营村生活，凭什么要去城里啊？你怎么不让你妈和周大忠去城里啊？是啊，芝芝，这样确实不妥啊。那你们还要怎么样？要么搞垮周大忠，要么让你妈和周大忠滚出小人村。够了！我妈逼我也就算了，谁让她生了我养了我呢？你们也来逼我。你们之中是有人真心在帮我，我林芝记一辈子。但是你们之中又有多少人是因为那100万来帮我的？如果我林芝现在没有钱，你们是不是也要跟在周大忠的背后来骂我，来羞辱我呀？既然我现在没法选择，那么你们就别怪我忘恩负义了。小刘，把这群忘恩负义的人给我赶出去！是总裁。来人！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什么呀？芝芝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怎么，芝芝，今天要是我们不走，你还要打我们吗？你以为我不敢吗？芝芝，千万不能动手呀！不动手怎么办？不动手你能不嫁给周大忠吗？不动手你嫁给了周大忠，你能离开小营村吗？芝芝，我可以劝劝周大忠，让他不要为难乡亲们。哼，就凭你别以为你嫁给了周大忠就能骑上枝头当凤凰啊！我告诉你，周大忠娶你还不是因为灵芝了，要不是灵芝，你都算个屁呀！就是啊，丽丽，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那个周大忠啊，他就是在利用你。你说的话，周大忠是不会听的。谁说我不会听丽丽的话了？哎呀，你没事吧，丽丽？哎呀，瞧，大伙儿这干的是什么事儿啊？这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，非要大晚上堵人家来了？这不是欺负人孤儿寡母吗？这是。周大忠，你不用在这装好人了。既然已经撕破脸了，我也就不怕你了。我就不相信这么多人在这看着，你能把我咋样？哎呀，王婶子，您看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我周大忠可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呐。我这几天在家呀，我就细细的反思，我就在想，为什么大家要检举我呢？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啊？所以我今天来就是为了亲自把我和李丽的结婚请帖送到各位的家里，让大家看到我的诚意，能对我多加批评。王婶子，到时候一定要来呀！啊！哎呀，大家都来，沾沾喜气，谢。之前发过的，也感谢大家能够到来啊！哎呀，芝芝啊，咱们过几天就是一家人了，我就不给你发请帖了啊！就是你非要在我爸头七的时候举办婚礼啊？哎呀，不，这是算命先生算的黄道吉日，恰巧和你爸头七是一天，我想着那天刚好你爸回来，让他看到你妈嫁给我，他也能放心，不是？真账，芝芝，没事，只要你能消气，你随便打。但是呢，过几天你就不能随便打我了，毕竟女儿打爸是要遭天谴的。你周大忠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给谁当爸呢？你嫁给了我，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，继父也是爹呀，紧张什么呢？周大忠，我是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我好不好过无所谓，但是你妈不能受委屈。
我告诉你，我妈永远不可能是你的挡箭牌。你妈从来都不是我的挡箭牌，而是我刺向你的一把利剑。你妈从来都不是我的挡箭牌，而是我刺向你的一把利剑。你终于承认了。我承认什么了？倒是你们刚说那都是什么话？什么叫我娶了李丽就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了？我对李丽是真心的，我喜欢她几十年了，这大伙儿都知道啊。你还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。哎，这有钱拿要脸皮干什么？再说了，林总，您不是都给我们淀粉厂投资了1000万吗？啊不，现在你叫林芝，再过几天你就得改姓了，周芝，周总。好，妈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一定要和周大忠在我爸头七的时候举办婚礼。嗯。那你们好好准备准备，办得热热闹闹的。哎，芝芝啊，那天记着早点回来，你妈的婚礼可不能没有你啊！哎呀，哭什么哭啊？过2天咱们就结婚了，开心点啊！真是个败类，我呸！真是不要脸！呸！呸！呸！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，都他妈给我等着！还有2天时间，无论如何给我找到周大忠的犯罪证据，我要让他的婚礼变成葬礼。总裁，那您的母亲……这件事有蹊跷，我了解我妈，以她的性格不会嫁给周大忠的，能威胁到我妈的事只有我了。周姐那些照片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已经恢复好了，记录我们正在赶过来的路上。加快！好。爸，你说我们这样逼灵芝，他灵芝会不会狗急跳墙，在婚礼当天闹啊？闹，他肯定会闹，他就是不闹，咱们也得让他闹。他越闹，咱们手里的筹码就越多，李丽就越听话。哎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婚礼后，把这个给李丽，得给她吃点甜头，不然不好控制。反正灵芝是你孩子的这件事情已经板上钉钉了，这些照片跟鉴定报告你用不着了。当然，以林芝那臭丫头的性格，她肯定不会认我，所以我就要在婚礼当天把我是他爸的身份坐实了。到时候整个舆论压下来，他不服也得服。现在就等婚礼当天了。还得是你狠呐！谁？嗨，村里的野猫。这果然是狗改不了吃人。周大忠，你这样对待我们母女俩，也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这个秘密就不该留在这个世界上。大哥，头七的那天，你别忘了来接我呀！你不会怪我吧？我也不想留下芝芝一个人，都是他们逼的。
喜恭喜！谢谢谢谢，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。恭喜恭喜！哎，招待不周，招待不周。这大日子你就吃这个。我这不担心一会儿没力气吗？滚呐！恭喜啊，周厂长，恭喜恭喜！哎，谢谢，里边请里边请。哟，妈，您来了，金强，姐，姐夫，来，金强，你呀，这总算是开窍了。哎，你看看人家大钟，这哪一点不比那个死残废强呀？这又能赚钱，人家还会来事儿。就是，姐呀，你要是早点嫁给姐夫，那咱们早享福了。妈，我这不也后悔了吗？这不着急着结婚。哎，好了，不说，妈，今天人多，你赶快进去啊，找个地方坐着先歇会儿啊。哎，妈，您先坐。谢谢。哎，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。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？这大喜的日子难道不高兴？难道你想看我哭丧个脸呀？今天可是大强的头七，难道你不应该哭丧着脸吗？这陆婶子，这人死不能复生，这活着人呀，总得向前看嘛。我呸！真不要脸！行了，咱们也进。账局都准备好了吗？总裁放心，这一次一定要周大忠进监狱。走。是。好，正好。你们两个就带着这个命一起消失吧。周健，你进来一下。妈，你叫吧。啊，你快看看这个煤气灶是不是漏气了？我也不会弄。行，我看看。好像是漏气了，像被人用水浇灭的地方。幸好刚才吃了个棉花。林芝呢？他怎么还没来呀？他不来怎么行？他可是这场戏的主角。别等他了，吉时马上就要过了。怎么着急着洞房了？我说是，你信吗？等婚礼结束之后，我好好伺候伺候你。啊，好，大家安静一下。现在我们的婚礼仪式正式开始。周大忠，你愿意娶李丽为妻吗？无论是健康或者疾病，贫穷还是富有，都不离不弃，相守一生。我愿意。李丽，你愿意嫁给周大忠吗？他不愿意。来了。林芝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芝芝，今天可是你爸的头七，你不在家待着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妈，我带着爸爸和弟弟来接你回家。不要胡闹，这以后就是我的家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今天来就是要让钟大忠绳之以法，以后你就不用再害怕他的威胁。笑话，林芝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。我再说一遍，他没有威胁我，你赶快走呀！你是要毁了我的婚礼吗？你是要让这么多人看到我的笑话吗？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芝芝，对不起，妈也不想这样的。还有3分钟，再等3分钟，这一切就结束了。林芝，你这个死丫头，你10年不回来，对家里不管不顾，现在有钱回来了，不仅不知道孝敬长辈儿，现在还要毁了你妈后半辈子的幸福，你真是白眼狼！我自己的妈妈我自己养，用不着你在这里指手画脚。你呀，你妈跟周厂长那是两情相悦，青梅竹马呀，现在好不容易到一起了，你来捣什么乱呢？你们林家人咋都这么自私吗？妈，你也这么想吗？妈，你也这么想吗？既然你这么想，
就不要怪我不顾我们的母女情分了。小刘，把资料拿出来。是。还记得我之前答应过大家的吗？只要我回到小营村，就一定会扳倒周大忠。这个袋子里面就是他这些年的犯罪证据。今天我一定要将他绳之以法。你好好的看看你这些年犯下的罪吧。我这些年做的事都很隐秘，我就不信你能查到。这怎么可能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周大忠，你是自己去自首呢，还是我带你去？你想抓我，靠这些假证据吗？林芝，我告诉你，你真是大逆不道！我是你爸！周大忠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绝对不会认你的。我爸只有林强一个人。今天我在这儿，你和我妈的婚就结不成，你也当不成我继父。丽丽，你女儿要拿这些伪造的证据抓她爸，你不管吗？林芝，既然你想玩，那我也不急于说，今天就让我陪你好好玩一玩。是不是伪造的？到警察局不就知道了？丽丽，林芝是你女儿，你也不想她身世的秘密被乡亲们都知道吧？是，她是我的女儿，哪还有妈妈不爱女儿的呢？看来周厂长是不想自己去啊，那我们帮帮他。上！丽丽。妈，你干什么？林芝，你给我住手！放开，放开！妈，冷静，冷静，先把刀放下来，好不好？那你答应我，不要抓周大忠。他罪孽深重，我一定要用法律的武器制裁他。即便是用法律，也不能是今天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是我的婚礼。爸，你听见妈说什么了吗？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。不管女儿做什么，你都会原谅我的吧？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我和周大忠2选1，你选谁？你个不孝女，你也敢逼你妈？如果你选他，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，以后我绝对不会找他的麻烦。但如果你还要我这个女儿，我们就回家，这个周大忠交给我来处置。你选啊！芝芝，对不起，今天这个婚，我决定。那就麻烦村长写一份断亲书。妈，如果你不要我这个女儿了，那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喊你一声妈。芝芝，都怪妈妈没能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的。切吧。叩谢母亲多年的养育之恩。
芝，这个李丽，你真是太过分了！老公头七这一天跟别人结婚，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要了，真该死！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周大忠，你害得我没有了女儿，这下你满意了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你马上也就没有儿子了。你把周家拿下来，你把他怎么了？你现在过去，也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。总裁，这是在周介电脑里恢复的文件，还有在你家找到一封信。芝芝，妈妈下辈子还做你的妈妈，希望你不要怨恨我。妈，幸好煤气罐里的液化气不多，引起的爆炸不大，这才保住了性命。但是你妈妈什么时候醒来，就要看她自己了。我先去准备一下。芝芝，妈妈的好女儿，当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，妈妈已经去陪爸爸和夏夏。来，儿子，多吃点啊。来，姑娘，吃啊。你不要怪妈妈，妈妈没什么出息，也没什么能耐，但妈妈绝对不允许有人伤害你。哪怕拼了我这条老命，这些年英雄都被你爸当了，为了找你连命都不要。可你知道吗？妈妈也想成为你的英雄，现在有了这个机会，可不能错过。我知道你心里也怨恨妈妈，但是妈妈必须得这么做。你爸临终前说咱们娘仨是他的命，可你们也是我的命啊！这辈子我没有做好一个妈妈，希望下辈子还能做你的妈妈。到时候一定不要嫌弃我。妈，你和爸爸一直都是我的英雄啊！妈，你说开心的时候吃糖是甜的。但是你不醒过来，这怎么能开心啊？妈，你快点醒过来吧，不要留着这一个人，只想跟你们在一起。妈，医生，医生，你看我妈妈她眼睛动了，你看。家属请到外面等候。
医生，病人已经恢复意识，并且求生欲望很强，很快就会清醒。真的啊？妈，你怎么那么傻？为了保护我，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啊！不傻，那些照片我看见了，照片。妈，你放心，就算那些照片流出去，也不会伤害到我的。你女儿现在可厉害了，我不会给别人机会伤害我的。周大忠和周姐他们人呢？死了吗？没事，没事。总裁，周大忠和周健2人轻微伤，没什么大问题，现在就在病房外，想要见你一面。让他们进来。好，进来吧。没事儿。你们竟然没死！妈，看到我没死，是不是很意外呀？谁是你妈？哎，我和你妈结婚了，我儿子叫她一声妈，怎么了？行了，我今天来，也不是想跟你废话的，我想跟你做比交易。跟我谈交易？你也不配。周大忠，等我忙完我妈的事情，我再来料理你。你妈先是打昏了我儿子，后来又试图用煤气罐炸死我们。不过可惜，我父子俩福大命大，没死成。但你妈这就是故意杀人。我们要是报了警，你妈就只有蹲大牢一条路。你不想救他们？芝芝，不要和这种狼心狗肺的人做交易。妈妈愿意去自首。故意杀人，谁能证明？你还是你？你们有证据吗？怎么没有啊？妈，眼熟吗？这上边可有你的指纹，还有我的血迹。你说这要是交给警察了，这一切是不是就都自然明了了？没什么好说的，你们不要想利用我来威胁我的女儿。我连死都不怕，我还怕什么呢？妈，你可真狠心，这芝芝都没有爸爸，你说她现在再有一个蹲大牢的妈，你让她怎么办呀？其实吧，想救你妈很简单，只要你把我的犯罪证据还给我，再给我这个数，只要你做到了，咱们还是一家人吗？否则就别怪我大义灭亲了。2000万。 2个亿。周大忠，你还真是不要脸呀你！我呸！芝芝，你不要答应他，妈妈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惩罚。妈，我已经没有爸爸了，不能再没有妈妈了。相信我，我能保护好你。给你钱可以，但是你周大忠这些年作恶多端、谋财害命，在小营村称王称霸，不只是为了我们家，更是为了整个小营村。你必须受到惩罚。那你可得想清楚了，我要是进去，你妈她就得进去陪着我呀。我妈她虽然是故意杀人，但事出有因，而且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。倒是你啊，周大忠，你身上背负着几条人命，你还数得清吗？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丽丽，你那誓死要守护的秘密你不守了，你要是不守了，那我就不帮你瞒着了。照片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，少拿这件事情威胁我妈。照片天真，丽丽，我给你3秒钟时间，你想清楚。1，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妈，你冷静，冷静啊！你刚醒来，不能这么激动。刘特助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。是，
来人，带走！林芝，你敢这么对我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你爸，亲爸！对不起，强哥，芝芝，我还是没能守住这个秘密。妈！爸，这件事就这么告诉灵芝了，那以后还能危险吗？这你就不懂了。林芝这臭丫头聪明得很呢，她明白我说的话，而且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就算我们不说，李丽也会告诉她真相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还有一计，到时候林芝为了保住李丽的名声，也会屈服。你敢这么对我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你爸，亲爸！刘特助，查一下25年前周大忠和我妈发生了什么事，秘密进行。哦，对了，弄一根他的头发，我要和他做亲子鉴定。是，总裁。芝芝，妈，你醒了。芝芝，我拼命要守住的命，可是还是没有守得住，是我无能，是我。妈，你干什么？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强哥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妈，别打了，我求你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到底是不是爸的亲生女儿？芝芝，你永远都是你爸的孩子。那为什么周大忠说他是我的亲生爸爸？妈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我……总裁，出大事了！宁远博丑着要自杀。他又在闹什么？我妈她没事吧？没事是没事，但是嘴里一直喊着没脸活了，还说夫人勾引周大忠，甚至还发生过关系，还说亲女儿逼死妈，引起了村民的围观。我妈她怎么能这样说呢？明明不是这样的。这个老太太，快去拦住她，别让她满口胡言。总裁，要不然您亲自去一趟吧，这要死要活的，我怕硬来会闹出人命的。我也去。我没脸活了，我的女儿李丽风气败坏，我这个当妈的我活不了了，我一头撞死身上一了百了。李丽来了。妈，你在闹什么呢？你还好意思说啊？要不是你当年干那些龌龊事，妈至于要死要活吗？我怎么就生出你这样的女儿啊？你跟林强订婚了，还要跑去勾引周厂长？周厂长仁义，不跟你计较，你还咄咄逼人，你还要伪造证据，把人送到局子里去。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，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呀！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你怎么可以颠倒黑白呢？妈，我是你的女儿呀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？我说姐，你怎么还敢跟妈顶嘴啊？妈把你养成她容易吗？那够了没有？陈爱弟，说吧，收了周大忠多少好处？按我说的，我给你2000万，外加你儿子李金强升任淀粉厂科长。周厂长，你说话算数。当然。那我要5000万。成交。你在胡说什么呀？你在胡说什么呀？林芝，你竟然污蔑周厂长！人常说有什么妈就有什么样的女儿，你果然跟你妈一样卑鄙下贱。如果你再敢说我妈一句，我不介意你真的去死。芝芝，敢跟你外婆顶嘴，我李金强，这些年我看在我妈的面子上，给你们留足了脸面。从小陈爱弟对我就不好，对我妈更是没有对你的1/1000好。重男轻女，对我妈非打即骂。我离家出走后，我爸妈上门找你们帮忙，你们竟然闭门不见。你以为这些我都不知道吗？那是因为
我们害怕呀，害怕周大中的权势，担心周大中的为难。都说母爱大过天，你还真是一个另类啊！从小你就没有管过我妈，怎么现在又要管了？那如果他周大中真的做了这件事情，你为什么之前不说呀？是啊，婶子，你现在闹什么？那是因为我刚知道这件事情。好，你自己说的，你刚知道。那要是谁告诉你的呢？一般这种私密的事情，只有当事人才会清楚吧。我妈在医院昏迷刚醒，那么就只有一个答案，就是周大中告诉你的。他是不是还告诉你，让你污蔑我妈，帮他拿回证据？我是见过周厂长，但是因为你李丽朝三暮四，当年你跟连强订婚，趁着周厂长醉酒，你勾引他，你嫁给连强后，你还不老实？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是李丽，是你的女儿呀！你是我妈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污蔑我？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这连强死了，你又要嫁给周厂长。现在看女儿回来了，能过上好日子了，就想把周厂长一脚给踹了，捏造证据污蔑周厂长。李丽，这些事儿我不想帮你瞒着了。妈，放心，假的真不了。陈爱弟，你以为只凭你一张嘴就可以颠倒事情的真相吗？再加上我呢？这都说呀，当妈的是最了解女儿的。陈爱弟既然把事儿说了，那我也就没必要瞒着了。周大中，你要说什么？既然今儿把话说到这儿了，那我就跟大家好好掰扯掰扯当年的事儿。25年前，我们厂里团建，我呢好心送喝醉的李丽回宿舍休息，谁知道李丽她见色起意呀，她趁我喝醉，强行跟我发生了关系。她一个女人强迫你一个男人发生关系，哎呀，只是说出来丢脸呐，可事实就是如此嘛。周大中，你怎么可以颠倒黑白？别着急，我没说完呢。这被后来赶来的陈爱弟看到，可事已至此，这该发生的都发生了。至于后边的事儿，陈爱弟应该也跟你们都说了。事情的真相竟然是这样。李丽，他说的是真的。哎呀，李丽，你说话呀！事情就是这样的。我今天来呢，就是想要回他之前拿的那些假证据。李丽呀，她丧心病狂呢。他在婚礼的当天，他要弄死我和我儿子，他杀人灭口啊！他不是个人呐，我也就没必要替他瞒着了。什么？李丽要杀人？是李丽策划那场爆炸。我说怎么能有这么巧的事儿？哎，人家的煤气线路，他在那点火。这么恶毒的人，她不是我的女儿。我跟李丽断绝母女关系。周大中造谣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来人，拿下！芝芝，你要不要先听听你妈怎么说？你也给我闭嘴！你跟你爸一样虚伪的，让我恶心。我虚伪？跟我流着同样血液的你就不虚伪了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够了！我想明白了，事情总要有个结局。既然你们想听，我就告诉你们。如果你当年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可以私底下告诉我，没有必要揭开伤疤给外人看。你相信我，我能保护你。芝芝，有些事情通过别人的嘴告诉你，不如让我亲自来说。当年，我确实和周大中发生过关系。我当年确实和周大中发生过关系。你承认了就好。但是他强奸了我。什么？强奸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？当年我喝醉酒，是周大宗送我回宿舍休息，他趁我喝醉酒，不顾我的反抗，强奸了我。夜晚，我妈来寻我，她目睹了这一切。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那天明明是你勾引的周厂长。陈爱弟，有你这么当妈的吗？你就这么说自己女儿啊？这么说，李丽嫁给林强的时候已经不干净了。可不是，林强对她那么好，没想到满脑袋绿帽子。强哥，我对不起你，妈，我当年要报警，你不让我报，
你拿这件事情和周大总讲交易，你说只要我不报警，李金强就可以去淀粉厂上班。我想起来了，哎呦，可不嘛！哎，当年那个李金强，他就是在公司团建以后进的厂子。这么说的话，这陈爱弟也太不是人了，偏心眼偏到这种程度，我还是头一次见。我打死你这个丧良心的你！干什么？别着急，让我说完。我和强哥结婚的当晚就发现自己怀孕，可是他是一个小生命，我怎么忍心下得去手？这林强的老婆被别人睡了，女儿也是别人的，也太惨了。妈，这么说，我是钟大忠的女儿。不，你是强哥的女儿，你永远都是强哥的女儿。芝芝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我不在乎什么血缘，我也不会被血缘绑架去做一些违法叛德的事情。林强永远是我爸，我爸也只有林强一个。那林芝岂不是周大忠的私生女？这样的出身，就算再有钱，以后说亲也难了。芝芝，是妈对不起你。周大忠，该道歉的人是你。好，好一场母女情深的亲情大戏呀！你接着编。我再说一遍，该说对不起的是你。李志，你怎么跟老子说话呢？你是我的亲生父亲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我的亲生父亲只有林强一个人，是他拼死将我养育成才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李丽，你看看你教育出来的好女儿，六亲不认，跟你一样，天生的赔钱货。我觉得芝芝说的没错，血缘算什么？既然这样，妈，以后也没我这个女儿了。你还反了你了！快把证据交给周厂长，我可以看在母女的情分上，我不计较你那些道德败坏的事。李家还是你的娘家。李丽啊，李丽，你的名声都烂成这样了，林强也死了，就不如跟了周厂长，不然你以后日子怎么过啊？是呀，你这样的女人，其他人也不敢要呀。我宁愿死，我也不可能嫁给我的仇人。那你之前为什么要跟周大忠结婚呢？我自己是什么样无所谓，但是我不能让我的女儿背负着私生女的名声。我要让我的女儿活得堂堂正正、清清白白。妈，可身为女人，你毕竟犯了不可饶恕的错呀。被强迫是错吗？还是隐瞒当年的真相是错？现在你们已经知道真相了，你们能给我妈带来什么？鄙视和嘲笑吗？琳琳，不管是当年你强迫了我，还是我强迫了你，你现在的名声都已经烂大街了。你除了嫁给我，你别无选择。谁说我是嫁人了？你不孝呀，你不孝呀！你是个寡妇，你不嫁人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妈有我。陈老太太，你聋了吗？今天我就要告诉所有人，周大忠是我的仇人，这一辈子都是。我一定会将他的犯罪证据交给警方。林芝，你敢？你别忘了，你妈她也是个罪人。啊哈哈！我活不了了呀！我女儿李丽不检点呀，六亲不认，她还是个罪犯！李丽，我求求你，你赶紧把证据给周厂长吧！你们喜结良缘，这不皆大欢喜吗？周大忠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这么为他卖命？我说姐，你这现在怎么还胡搅蛮缠啊？我这个人软弱了一辈子，今天我就要硬气一把。妈，周大忠，你说我强迫你，你拿出证据来。我就是证人。瞧见了吗，李丽？你说我强迫你，那你有证人吗？我怎么没有？总裁，当年的事情查清楚了。进来。这2位是当年的目击证人，这个是亲子鉴定。亲子鉴定？芝芝，我早就怀疑我的身世，所以去做了亲子鉴定。不过现在看来，结果已经不重要了。你们2个把当年的所见所闻说出来。
这不是村里的混混赵大脑袋吗？另一个不是瘦猴吗？当初我跟瘦猴准备去宿舍，偷点东西，结果意外发现里面有人，我们俩就趴在窗户后面听到里面就是周厂长和李丽的声音。我可以证明，周厂长就是在强迫李丽。过了一会儿，又听见了陈爱丽的声音，后来他们就吵起来了，我们就害怕被发现，就走了。就是。周大壮，你个畜生！陈毅，来人！陈毅，别叫，咱们商量。你说，这事怎么才能过去？那就要看你的诚意了。你明天让大强兄弟来厂里找我，我安排他进厂工作，我再给你2万块钱。说话当真？我也不敢骗您。走吧。我们2个可以给李丽作证。你们少他妈胡说八道！你们可想清楚了，作伪证是犯法的。这句话应该对陈爱弟说吧。作伪证不仅是犯法的，还会祸及3代，会连累你儿子哦。妈，周厂长，你找到我的时候，你也没说那件事犯法，会连累金强呀。呦，说漏嘴了吧？林芝，你少得意！你就算把我送进去，你妈打伤我儿子，企图炸死我们父子的事也就瞒不住了。你报警行了，大家一起蹲局子。你芝芝，这样，你把2个亿给我们也就不计较爆炸的事儿了，咱们2清。芝芝，哎呀，依婶子看呢，这事儿啊就这样吧。这毕竟李丽也犯错了，虽然她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，但她毕竟是违法了。按照那个周建说的做，皆大欢喜了，不是？小夫人这种情况，起步3年。不能答应他们。芝芝，你忘了小时候妈妈是怎么教你的吗？错就是错，对就是对，犯错了就要受到惩罚，这是规矩，不能因为血缘姻亲而违背规矩。如果这样，你就不是我和你爸的女儿。妈，报警，现在就报警！丽丽，你他妈疯了是吧？妈，你是会坐牢的，你会嫌弃一个坐牢的母亲吗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嫌弃你啊？你忘了你爸跟你说过的话吗？芝芝啊，做人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，法律就是底线。那你要违背你爸的原则吗？林芝，你妈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你要把她送进监狱。你身为总裁，你连2个亿你都不愿意出，你给我闭嘴！妈，但是我爸没教过我，如果触犯底线的人是你，我该怎么办？同样处理。林芝，你想清楚啊！我是你亲爸，亲爸，你要把自己的亲爸亲妈都送进监狱吗？你可真是大不孝啊你！我再说一遍，我爸是林强。刘特助，报警！你们2个跟着去警察局，实话实说就好。总裁，报警！女儿，我的好女儿，你很勇敢，你做的对。你还真报警啊！我可是你亲爸，他是你亲妈呀！李丽，你个疯子！疯了，你真是疯了！我妈永远都不是你们刺向我的利剑，她是我勇往直前、披荆斩棘的盔甲。现在怎么办？走，快走！哎，周厂长，你答应给我的钱还没给呢！你去死吧！你个死老太婆，什么时候了还要钱？快走！走！上！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董妈妈。强哥，夏夏，爸，夏夏，我们来看你了。